一艘原本应该在2026年的5月4日完成南大西洋探险航线的邮轮，却最后没有正常靠港，更没有让乘客正常下船，而是被迫停在了 Cape Verde佛得角，它位于西非外海。因为这一艘邮轮目前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 通报为与邮轮旅行相关的汉坦病毒聚集事件。 Two cases of hantavirus have been formally confirmed after 3 people died in a suspected outbreak on a cruise ship off the coast of West Africa. 船上已经出现了3人死亡，1人重症，乘客被要求尽量留在舱房内等待下一步的处理。这一艘邮轮就是 Ocean Wide Expeditions 旗下的邮轮 Hondias， 它不是普通的大型邮轮，而是一艘专门前往南极、北极和偏远海域的极地探险邮轮。根据 WHO 目前公布的资料，船上共有来自于23个不同国家的88名乘客和59名船员。这起骇人听闻的邮轮致命感染事件是怎么一步步发展到了今天的？这一艘探险邮轮上的幸存者们接下来的命运将会如何？这一种病毒是否可能成为下一个邮轮旅行者的噩梦？ I am currently on board the MV Hondias, and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is very real for all of us here. We're not just a story. 已有收集了目前最新的官方资料，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追踪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已有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已有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了、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已有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已有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已有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那么什么是汉坦病毒 Hantavirus？ 它不是普通的肠胃炎，不是流感，更不是一般邮轮上比较常见的诺如病毒。汉坦病毒通常和感染病毒的啮齿类动物有关，人类可能因为吸入或者是接触到它们的尿液、粪便、唾液污染的空气颗粒或者是环境而受到感染。它最麻烦的一点就是一开始的症状可能并不特别，非常容易被忽视，可能只是发烧、头疼、腹泻、肌肉酸痛、全身不适，看起来和很多普通的疾病类似，但是几天之后病情可能突然急转直下，进入呼吸困难、肺炎、肺部积液，甚至是休克状态。汉坦病毒一旦攻击到肺部，发展成了 HPS 汉坦病毒肺部感染症候群。根据美国 CDC 资料，汉坦病毒疾病病例的死亡比例约为 35%， 而发展出呼吸道症状的 HPS 患者死亡率可达到 38%。 所以当这么危险的病毒出现在了南极、南大西洋、偏远的岛屿和探险邮轮这样的环境里时，它就不再只是单纯的医疗事件了，它可能迅速演变成一场跨国的公共卫生危机。那到底哪一些国家愿意接收，哪些港口有能力处理，哪些医疗系统能够承担这艘船接下来的风险？这才是这一起事件真正可怕的地方。Hondias 是 Ocean Wide Expeditions 旗下的荷兰籍探险船，2019年投入使用，具备 CP6 级极地探险邮轮资格，专门航行于南极、北极与南大西洋等偏远海域。它不是大型的豪华邮轮，更像是一艘4星级舒适的探险船。最大载客人数约为170人，80多间客舱，配有约57名船员和13名探险向导，还有1名船上医生。2026年4月1日，这一艘船从阿根廷的乌兹怀亚出发。乌兹怀亚被称为世界尽头，也是很多南极探险邮轮的重要出发港。这条航线原本听起来非常的梦幻，它途经南极洲、南乔治亚岛、夜莺岛、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圣赫勒拿岛、阿森松岛，原计划在2026年5月4日抵达佛得角，完成整个南大西洋的探险航程。船才刚刚离开乌兹怀亚没几天，异常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第一位已知发病乘客是一位成年男性，他在4月6日出现病症，包括发烧、头疼和轻度腹
泄。邮轮是4月1日起航，短短几天之后，第一个危险信号就已经出现了。到了4月11日，这一名乘客的病情迅速恶化，在船上出现了呼吸窘迫，最后死亡。因为当时没有做生物检测，官方目前不能确认他的死因就是汉坦病毒。真正让事件变得更加不安的是后面的发展。这名死者的妻子，也就是他的密切接触者，在4月24日于圣赫勒拿岛陪同遗体下船返程。圣赫勒拿岛是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非常的偏远，也因拿破仑晚年被流放至此而闻名。但根据官方的时间线，他在下船时已经出现了胃肠道不适的症状，之后他在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途中病情恶化，并在4月26日抵达急诊后死亡。一直到了5月4日 WHO 才确认他的 PCR 检测结果为汉坦病毒阳性。几乎同一时间，船上还有另外一名关键的病例出现了。一名英国男性乘客在4月24日向船医求诊，病症包括了发烧、呼吸急促以及肺炎迹象。到了4月26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4月27日，病情已经严重到了船上无法继续处理，在阿森松岛被紧急转送到了南非约翰内斯堡，进入 ICU接受治疗。阿森松岛也是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位置非常的偏远，这也再次说明这一条航线一旦出现重症，医疗转送本身就已经是一场跨国协调。根据官方资料，他在5月2日经 PCR 确认感染汉坦病毒，但事件并没有结束，还有一名成年的德国籍女性乘客在4月28日出现发烧、全身不适，并且表现为肺炎症状。到了5月2日，他在船上死亡。直至EO录制这个视频的这一刻，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的总结是，这艘邮轮上总共7例病例，其中2例实验室确认感染汉坦病毒，5例为疑似病例。事件中已经出现3人死亡、1人重症、3人轻症。原本这艘邮轮应该在2026年的5月4日抵达西非佛得角的 Praia， 正式结束整个航程。但是现在船上人员依然停留在佛得角的外海，不能正常下船。Ocean Wild Expeditions 邮轮公司已经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应急程序，也就是 Shield Level 3 3级应急计划。官方说明中提到，这一级别包括隔离措施、卫生程序和医疗监测。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到，乘客被建议最大限度地保持身体距离，并尽可能地留在自己的舱房里，等待下一步处理。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邮轮延误，而是一艘探险邮轮进入到了公共卫生管理状态。后续的下船和进一步的筛查地点可能会考虑放在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但直至目前，最终下船地点和完整的时间表仍然没有完全确定下来。谁能先被紧急转送，谁需要继续观察隔离，这艘邮轮最后到底能在哪里安全下客？最让EO细思极恐的是，第一位发病乘客的妻子早在4月24日就陪同遗体离船返航。根据官方的时间线，他在离船后已经出现胃肠道的症状，之后经历了离船转机，途中病情恶化，转院急救，最后在4月26日宣告死亡。那么这一段时间里，他到底接触过哪些人？这一条离船后的传播链是否已经被完全捋清了呢？我相信全世界的邮轮旅行爱好者都和我一样密切关注着整个事态的发展。EO想邀请大家在这个周五北美西岸时间傍晚的6点钟到EO的直播间一起聊一聊关于邮轮旅行的卫生与公共安全风险的话题。如果船上真的出现了公共卫生事件，你该怎么办呢？怎么保护自己呢？看完这起事件，你还敢继续搭邮轮吗？因为想走得越远，越要知道风险在哪里，越要学会保护自己。我是EO，我们周五直播间见。祝愿EO所有的观众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